探索心境，寻找王一博给刷完了点进去之前，我以为这也就是当常规的明星户外体验秀，大家去风景好的地方打个卡，体验一下生活，走走流程。但几集看下来，我脑子里一直盘旋着一个问题，从闷热潮湿、毒虫遍地的热带雨林，到冷的刺骨、连呼吸都困难的高原雪山，他到底在找什么？又为什么非得去攀岩，去受这个罪？看完之后，我好像有点明白了。这根本不是什么体验生活，这是一场实打实的自我死磕，是一次把心掏出来放在大自然里淬炼的过程。咱们先说说第一集密林寻踪那4天穿越热带雨林找长臂猿栖息地的行程，看得我真是替他们捏把汗。说真的，看到屏幕上爬满蚂蟥的画面，我隔着屏幕都忍不住缩了缩脖子，鸡皮疙瘩掉一地，那种密密麻麻的恐惧感太真实了。但你看王一博，他居然挺淡定的。他后来解释说，自己其实怕虫子，特别是那种毛茸茸的、看着吓人的虫。但蚂蟥没毛也没腿，软塌塌的，所以他就觉得还好。你看，这就是他的逻辑，很直白，甚至有点可爱。他不内耗，也不自己吓自己，事物是什么样，他就接受什么样。但接下来跟着导师老雪练习扔绳子套树丫的环节，真的让我看到了他骨子里的那股劲儿。就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，他扔了差不多1个小时，一直失败，绳子滑落，捡起来，再扔，再失败。老雪在旁边看着，估计心里也挺感慨的。王一博身上有种很明显的轴劲儿，或者说是一种近乎执拗的坚持。他知道自己肯定能行，只是时间问题，这种性格太熟悉了。你想想他以前练街舞，能从下午1点死磕到晚上9点，汗水把地板砸出坑来，练滑冰也是，一个难动作摔无数次，爬起来接着练。他不相信有什么捷径，只相信肌肉记忆和一遍遍的重复。在他眼里，失败不是挫折，只是还没到成功的那个临界点。第1天，他就把自己扔进了各种人生第一次里。吃长臂猿吃的野果，被蚂蟥咬，尝试攀树。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38度的高温儿，空气闷得像个大蒸笼，湿度估计得爆表。背着死沉的背包，在密林里硬生生走了4个小时。你能想象那种感觉吗？绝对不是那种浪漫的亲近自然，而是纯粹的生存考验。又热又累，体力快到极限，每走一步都觉得腿灌了铅。所以，当他们终于走到一条溪边时，2个人那种迫不及待的欢呼，真的太真实了。没有镜头前的刻意，只有2个疲惫旅人的本能反应。洗脸、洗头，直接跳进水里游泳。那一刻，什么偶像包袱，什么疲惫不堪，全被冰凉的溪水冲走了。那种劫后余生般的畅快感，隔着屏幕都能传染给人。到了第2集密林寻踪，有个细节特别戳我，在丛林里，他们撞见了一条竹叶青，隔着屏幕我都不敢喘气，那种翠绿带着致命的危险，本能的让人想远离。但王一博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他盯着蛇说，太漂亮了，太美了。这明明是他第一次在大自然里直面这种对生命有直接威胁的生物。普通人看到毒蛇，第一反应绝对是恐惧、害怕。但他没有被恐惧支配，反而被那种纯粹的色彩惊艳到了。他本来就喜欢绿色，那一刻，蛇的翠绿和雨林的生机在他眼里重合了。他看到的不是危险，而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艺术品。后来，他居然把这条蛇的形象用在了赛车服的设计上。你看，他看世界的角度真的很特别。别人看到的是恐惧，他提取出的是美感和线条。这种不带偏见，能跨越本能去欣赏美的能力，其实是一种很高级的感知力。场景一转，到了第3集风谷之间，从热带直接切到了青海的高原高海拔，攀雪山，又下雨又冷，气温骤降，环境变得极其恶劣。王一博说自己是个比较完美主义的人，这次因为高原反应不得不提前下山，他觉得这趟行程不完美，其实挺让人心疼的。通常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取得成就，做到顶尖的人，对自我的要求都特别高，甚至有点自我苛责。在舞台上，在赛道上，完美主义是加分项，逼着他们做到极致。但在雪山上，这种必须完美的执念，有时候反而是一种内耗。这时候，导师周鹏老师出场了。周鹏老师不仅攀岩技术拔尖，活得也特别通透。他聊到为什么那么拼命去做攀岩这件事，说其实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：我们为什么活着？他说，他现在比较赞成的一个观点是，活着本身是没有意义的，但是我们要活得越来越有意义。这句话在冷风嗖嗖、缺氧的雪山上说出来，特别有分量。他不是那种空洞的鸡汤，而是一个在生死边缘走过无数次的户外老手用命换来的哲学。
对于王一博这样年轻就站在聚光灯顶端的人来说，这种关于存在与意义的探讨，或许比任何技术训练都更能帮他理清内心的秩序。第4集风骨之间是全片的高潮，也是让我感触最深的一集。有个采访特别犀利，记者问他，现在年轻出名，但有一天人们不再关心你在哪里，在做什么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会怎么样？会不会有落差？他的回答特别清醒，甚至透着一种超越年龄的通透。他说，觉得登山跟他的演艺工作也很像，努力之后会到达顶峰，看到很美的风景，那有可能会想看到更多的风景，又会继续登更多的山。等到下山的时候，可能年纪也大了，他只希望他能够一直保持一个好的心态，享受顶峰的时刻，让那些美好的回忆留在脑海里。你看，他用一个登山者的视角，完美的解构了娱乐圈最让人焦虑的过气问题。巅峰总会过去，流量总会退潮，但这又怎样呢？风景我看过了，山顶我站过了，那些努力和汗水已经变成了我生命里的肌肉记忆。只要心态好，下山的路同样可以走得很从容。这种不恋战、不内耗的心态真的很难得，当然，现实不是讲道理。当王一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高原反应时，身体发出了警告，他只能先下山去休息。休息了1夜之后，经过反复衡量，觉得身体可以承受了，才又回到雪山。在那里，周鹏老师教了他一个技能，营救雪崩时被困住的人。感觉这是一项特别有意义的技能。王一博也学得很认真。有个细节特别动人，把人从雪堆里救出来之后，他第一时间想到要做人工呼吸。这不仅仅是因为训练，更是因为他骨子里是个善良、对生命有敬畏心的人。在极端环境下，这种对他人生命的本能关怀特别闪光。经过训练，两人都完成了攀登。当周鹏老师问王一博到达5005米的顶峰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，王一博只说了2个字：值得。其实攀登的过程是很痛苦的，除了累还是累，高反、严寒、体力透支，每一秒都在挑战生理和心理的极限。但是当他登顶之后，站在5005米的高度，看着眼前的风景，他说，你所有的痛苦到达了顶峰都会消除掉。那一刻，风在吹，阳光刺眼，所有的疲惫、自我怀疑、执念都在登顶的那一瞬间烟消云散了。这就是极限运动的魅力，也是他为什么要去攀岩、去探索的答案。周鹏老师看起来也是一位经验丰富，而且很懂得怎么带领的好老师。他不仅教技术，更教心态，教如何与自然相处，如何与自己相处。看完这4集，我好像找到了开头那个问题的答案。为啥攀岩？为啥去热带雨林？为啥去雪山？因为城市里的生活太安逸，太按部就班了。我们需要去一个极端的环境里，把那些社会赋予的标签、身份、焦虑全都剥落掉。在雨林里，你只是一个需要找水喝的旅人；在雪山上，你只是一个需要大口呼吸的攀登者。大自然不会因为你是1线明星就对你网开一面，他用最真实的痛苦和最美的风景，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。王一博在探索心境里找的其实不是长臂猿，也不是某座具体的雪山，他是在找那个在极端环境下剥离了所有光环后最真实、最坚韧、最纯粹的自己。没有什么路是白走的，那些在雨林里扔的一个小石绳子，那些在雪山上忍受的高反和严寒，最终都会变成他生命里的养分。就像他说的，享受顶峰，把回忆留在脑海里，然后整理好背包，继续走向下一座山。这大概就是探索的意义吧。不为了征服自然，只为了在天地之间看清自己。